今天心情不错。你怎么这样？看你胃口喽。因为我爸对你有新评价了。他说你在律师当中是很优秀的。他真这么说？真的，骗你小狗。我觉得呀，可能跟艾瑞和专利侵权案有关。你在法庭上的思路还有表现，让他认识到你还是很有能力的。好吧。对了，你爸的事情有进展吗？还没有。当年的辩护人移民去了国外，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不过王主任给了我一些其他的建议。什么建议？他建议我去找你父亲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不过认为这不可行。怎么就不可行了？大爷，抛开你父亲对我的成见不说，就一名检察官而言，他不会愿意证明一个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结果。陆明，你不了解我爸，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我爸这个人吧，虽然有些时候有点严厉，但是他的内心是很善良、富有正义感的。我觉得我可以去说服他。佳怡，我不想让你为难。这怎么叫为难？这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应该做的。再说了，我总不能让你们两个永远不见面吧？王主任还建议我去找一下当年的被害人徐敏。不管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打算今天下午先去看一下案发现场。今天下午？那我有时间，我陪你去。好。难道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吗17年了，变化太大了，真相早已经被时间淹没。陆明，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徐敏？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想见我们。那我就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他，也许能挖掘出来背后的故事。
梁教授，我来看看你。你这是？给你买的茶叶。这几天我一直没睡好觉，我这心里急呀。我想你也跟我一样吧，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们应该相互理解，你说对吧？而且还是求好的。徐总，我很不好意思，不知道你现在到底信任不信任我？可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条件，甚至连参考都没有。你刚才说你没睡好觉，我根本没睡觉，我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我学校不好意思来，因为我抬不起头，丢。就是因为信任你，我才会跟你合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可是这件事情你没有足够的重视起来，你也没有权利去配合宁主任的工作，这是客观事实吧？宁主任那里说了，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可以向最高院申请再审。这我知道，可是这可行吗？您会给立案吗？因为是你的技术，那必须得靠您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找一下宁主任，把他所需要的资料都提供给他，或者我们还可以找第三方鉴定，你看可以吗？杨教授，我求求您了，我真的是输不起啊！小陆，我们怎么才能查到徐敏家的住址啊？不用查，也许我能找到。是这儿吗？你怎么知道是这儿？这里曾经是我家。知道了，妈再见。阿姨再见。妈妈，这是我们的家，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房子给别人？
造的孽，咱们不住了。是这儿吗？你们找谁呀？阿姨，请问这是徐敏家吗？阿姨，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我想采访一下您。坐吧。阿姨，徐敏在家吗？走了94天了。对不起啊，阿姨。跟你长得一样漂亮。阿姨，你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那天下着雨，小敏从学校回来，我说去接她，她说不用，打个车回来很方便。我说你上了车以后给我来个电话，她答应了。小敏从小就懂事儿，
说什么都听得进去。6点来钟，他打来电话，说快到家了，我就赶紧去做饭。饭做好了，他还没回来。我一看表，都7点了，就赶紧给他打电话。他不动。后来我才知道，孩子差点没命。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变了样儿。孩子的身体是好的，可他不会笑了，不敢出门，也不爱说话，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做。他抑郁了，他抑郁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听不到笑声。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就是这一天毁了我闺女，毁了她一辈子。毁了我们这个家。天上，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啊？跟花儿一样的孩子，他怎么就能下得去手啊？别激动，满头的血。满头的血呀！我不会原谅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就算我将来做鬼，我也不会放过这个畜生。我说这些，你满意了吗？啊，满意了吗？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些？你们为什么还要在我心上插刀子？你们问一遍，我就得回忆一遍。这是10几年了，没有人来问过我。你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孩子他爸走了，孩子也没了，都死了，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走，你们走，不要再来了。走啊，走！救命！孩子，孩子！
陆明，我心里好难过。我骗了徐敏的妈妈，我怎么能这么做呢？都没法原谅我自己。江怡，这不怪你，是我不好，是我的责任。我的心里也很难过，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但我们真的不该去揭老人的伤疤。我们不能再去了，真的不能再去了。我在想，一个人做的能给人带来这么多的痛苦，甚至是终生的痛苦。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那么痛恨张大年的原因。你要放弃了吗？6点来钟，他打来电话，说快到家了。都7点了，就赶紧给他打电话。他不痛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佳怡，你听我说。你记不记得那天在徐敏家的时候，徐敏的妈妈说，曾经给徐敏打过电话。记得，他是说过。他还说，办做好了以后，又打了一次电话，但是没打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徐敏有手机。没错，我昨天晚上把这些卷宗又重新看了一遍，根本就没有手机的记载。是吗？有可能是徐敏的妈妈描述错误，再就是卷宗材料里记录疏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案发现场根本没有出现过手机。不管是哪一种，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疑点。那会不会关于手机的记录只存在于公安卷中，你没有看到呢？倒是有这可能。或者是徐敏的妈妈描述有问题？陆明，你知道人有些时候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是会把想象当成真实的。要不你再去。
我只要一想起来他妈妈那天的样子，我还是很内疚。对，我们不能再伤害他了。那怎么办呢？哎，我倒是有个主意，要不然去问问我爸，也许我爸知道有关于手机的事情。你不愿意？不是我不愿意，是我觉得你爸他根本就不会愿意跟我谈这件事儿。陆明，只要你愿意，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放心，我想办法。阳光平台马上就要上线了，我建议我们举办一个上线仪式，向全社会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它。这我同意。这既是高院自我形象的展示，也是一个法治宣传的契机。那好，那我们就先确定一下日期，然后联系媒体。只是这次宣传仪式的规格该怎么确定呢？我们不搞形式主义，也不能大操大办，但是宣传的角度要把握好。我们要以群众的立场、使用者的视角去做宣传。行，白院长，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出方案。哎，何律师，我爸呢？哦，宁主任在会议室呢。哦，好，你忙吧。好的，主任，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去忙。好。爸，你不好好上班，怎么跑这儿来？今天没什么事啊，我就请假了，过来看你一下。为了过来看你爸，专门请了个假。姑娘，早上我在家里见的人是你吗？是我啊，不然你还在家里见谁了？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啊？爸，我这不是惦记着你吗？咱们爷俩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爸爸最清楚。快说，过来有什么事儿呢？爸爸，你可不可以跟陆明谈一谈他爸爸那个案子当年的细节啊？不可以。爸，你别拒绝的那么快，你再考虑一下嘛。那么多年前的啊，有什么可考虑的啊？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时间浪费。爸，就算那个案子有问题，你跟陆明聊一下，不正好打消他的顾虑吗？我没有时间，我说了。我跟他聊什么？爸，你说如果陆明他跟我不认识，他只是通过电视台的热线认识了我，然后他想找一下当年的公诉人，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善良，你会拒绝吗？反正我觉得我爸一直是一个有正义感、又善良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应该对陆明有所成见呀。那即使是有成见，在他困惑无助的时候，你跟他聊一聊，不正好能体现出来你的不计前嫌和光明磊落吗？否则，就是小肚鸡肠。丫头，哎，这个案子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如果他真有问题，还轮得到陆明来找我吗？你爸爸也是搞司法工作这么多年的人了，所以我才会说，我不愿意去浪费这个时间。这个案子是没有问题的。你还有没有事儿？没事，我忙去。好，你忙吧，我就在这儿，我不走了。哎，你怎么能在我这单位里头耍臭无赖啊？我不是耍无赖，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陆明交代，我怎么跟他说呀？我说我爸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我可不想让他瞧不起，因为我爸他不是那样的人啊。我爸是一个有同情心又善良又肯帮助别人的人。可以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真的，太棒了，你太好了。
我走了啊，你慢慢忙啊。好，你好，宁主任在吗？我找他。宁主任在楼上。好。您这是？人命。啊？哎，你好，杨教授，宁主任在里面会议室。
杨教授，进来坐吧。这是为什么呀？我跟你道歉，真诚的道歉。坐吧。我现在搞明白了，这个案子20来岁，主要责任在我。徐总要来找我，急得不成，眼看着人家1个亿的资金打水漂，我很内疚。杨教授，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按照你提供的方法生产不出 OW 产品？因为核心机密我根本没有提供。这种情况下，他们能生产出产品来，那才见了鬼。更何况他们的鉴定只做了3次实验，我可是用了8年，我才好不容易搞清楚添加剂的步骤、温度、重量，哎呀，所有的这一切，哪怕只差1点，它也不成。所以说，这核心机密实际上就是我的命。可是我现在才明白，就算这些机密我把它保护的再好，如果终审判决我输了，那所有的这一切都竹篮打水。就像现在的你看着坐在你面前，活得挺好，可实际上我已经没有活的价值了。所以，宁主任，你还得帮我。升高院是终审判决，如果我们向最高院提出申请再审，会非常困难，并且你需要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才行，否则那就是瞎子点灯。我这次一定配合，一定。你要的所有机密都在这儿。17年了，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
他不是罪犯，那个案子不是他干的。要不歇一会儿？这两天吧，我冷静下来，好好想了想。那天的确在冲动，那恐怕是我这个最冲动的事情。对不起啊。是挺冲动的。你去我们高院信访，这事儿在我们那儿都成笑话了。我想也是。不过，看在你知错就改、态度好的份儿上，原谅你了。我今天去海员律所，我跟聂志远当面道歉。我跟他说，那个还希望他继续帮我。到最高法去申请再审，只要他能帮我打赢这个官司，只要能证明我的技术不是剽窃的，那我脑袋给你都行。你不怕泄露机密了？法院不会泄露商业机密的。我这个人就是太刚愎自用了。宁志远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你要信任他。另外，你也要相信法律，不要意气用事。老杨，其实我心里挺内疚的。作为你的妻子，我了解你的人品，你不会去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但是作为法院的院长，我帮不上你的忙，你别怪我。明白了，主流肯定是理解。再起为谋其政，如果让你违反原则，你就不是白雪梅了。谢谢李健。走。不用紧张，没事的。我不紧张。还说不紧张？你看你，出那么多汗。放心，我爸是个高素质的人，他又不是老虎。再说了，我会替你打掩护的。让我看看，是。我先进去，你在这等我。加油！
爸。啊，回来了。啊，你说的那个事儿啊，咱们今天算了，改天吧。改天？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太忙了。不是爸，是你说的呀，你说你要见他的，而且再说人家已经到门口了。什么？你把他领到家里来了？啊？我怎么可以在家里见他呢？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可以，我不能在家见他。哎，别，爸，你给我留点面子，人家都已经到门口了。我说什么？我说哦，我爸今天不想见你，你还是回去吧。哎呦，爸，我不可能在家里见他。哎呦，爸，你就给我点面子好不好？你请他走，请他走好吗？我请他进来，好的。你。快进来。陆律师，你说你怎么那么客气啊？爸。你好。哈，来了，打扰了。坐吧，坐。陆律师，请。你说你来就来呗，还买那么多东西。坐。好。我去给陆律师倒点水吧。陆律师，有什么话就请吧。你好好想想。啊，对，我平常跟何太业务往来的比较密切，他抽烟，至于我什么时候给他的，他抽没抽我就不知道了。而且这个烟怎么会在他死的那个现场周围？这我实在是不太那么。何太死之前，你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哦，田队长，这个时间有点长了，这真不一下说不好说准确了啊。5月21号当天你在什么地方？5月21号。那我给你提个醒啊，何太坠楼的日子。我不是都跟你们说多少次了？5月21号那天我在上班，在单位。几点上班？我们平常都是9点钟上班，我这不是做个小头头嘛，我就早到一会儿。我差不多8点45、8点40的样子吧，我一般都在单位了。王大力，为什么在你说的这个时间段，你又同时出现在何太家小区附近呢？啊？这个应该不会，这个应该记不错，这个没有。何太住的是一个新小区，还没有来得及安装监控系统，可是你根本就想不到，我们经过大量的排查，在何太家小区外的一个超市里，老板自己安装的监控系统中，发现了你当天的影像记录。这怎么回事？没事，别着急，好好想想。我想知道我父亲张大年当年那个案件的一些细节。陆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你应该明白，像这类案子，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一般不会做公开审理的。你想知道细节，我还是有些难于启齿。你父亲主要的罪行都写在判决书上了，只要认真读过，以你的能力，我想你完全可以
复原整个案件的原貌。爸，这判决书上记载的比较简单，你能不能说一下判决书上没有的情况？我是办过这个案子，但不代表我可以记住所有的细节。我核查过所有的证据，证据链是完整的。被害人和证人对你父亲也进行过指证。你父亲的衣服上留有被害人的血迹，他自己也有供述。应该说，这是一个铁案。陆律师，你不是去见过你父亲吗？为什么不当面的去问一下？他既然坚称自己无罪，那么当年为什么在法庭上又要认罪呢？这个案子在整个的侦办过程中，应该说还是严谨的。只是在最后进入了审判阶段之后，我对法庭的量刑感到有点不满意。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案子准确的量刑应该是判处无期徒刑。对。那案发现场有没有发现一部手机？手机？据被害人徐敏的母亲讲，徐敏当时是有手机的，可是我翻遍了所有的卷宗，根本就没有关于手机的描述。在那个年代，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女学生，会轻易拥有一部手机吗？再说了，如果有这么重要的证据，那么在整个侦查过程当中，怎么会被侦查人员遗漏呢？会不会是被害人的母亲在情绪极度失控的情况下出现了幻听和幻觉呢？陆律师，如果你来跟我探讨一些个比较复杂的推理过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交流。如此简单又难以佐证的话，我真是无话可说了。啊，魏副主任！哎呦，欧阳院长，欢迎啊，欢迎啊！又来打扰您了，谈不了打扰，来坐吧。今天白院长没在，他去基层调研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哎呀，哪敢这么说啊！我今天来啊，主要还是关于那个状告省政府的案子。哦，这马上就要开庭了。有些细节呢，还要跟咱们高院确认一下。细节？什么细节？领导出庭的细节。那法制办谁来啊？不是法制办，是李省长。
李省长？哦，李省长要出庭？可不是，我也是没想到，这李省长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突然就决定要亲自出庭，弄得我们是相当被动。所以，主任要求我来跟咱们高院对接一下，把省长出行的安排给做好。魏副主任，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哦，田队长，哎呀，我真是田队长，我这个可能太紧张了啊。我想起来了，何太他们家那块儿也可以到我们单位，不过那条路呢有点绕远儿。我们平常都不走那条线，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天一定是堵车。对，那天肯定是堵车，我可能就是绕路了。那天堵车绕路，然后正好经过那边，碰巧。经过？哎，经过。不只是经过这么简单吧？田队长，那您是什么意思呢？马达利，我告诉你，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证据，我们完全可以把案发现场当天所有的情况重新复原。想必你也不想重温这一切吧？田队长，不太明白您说的。省长出庭当天车一定要开进院子里，停在大楼前。这样呢，我们主任和咱们高院的领导可以在那里迎接一下。如果要进法庭的话，是不是可以走专用通道？因为咱们法院来打官司的人比较杂，我担心挤一个电梯会很不方便。这是谁的意见啊？哎呦，这还需要要求吗？我们干工作一定要认真一点，细一点，您说是吧？另外这省长出庭可是件大事儿，这新闻报道一定要跟上，咱们法院还需要配合一下。如果有媒体来采访的话，我建议可以安排在大厅，那里可以实时封闭，而且采光还比较好。你这样要求，李省长能满意吗？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一定会让省长满意。哎，小周律师。哟，丛师傅，您来了。哎，您先请坐，我去叫陆律师。好，不着急，不着急。丛师傅。哎呀，哎，你好，陆律师，你好。怎么样，陆律师？我打这官司要开庭了吧？是的，我已经得到了高院的开庭通知。哎呀，想不到这么快。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铁哥们儿，听说我要打官司，告省政府。我说什么都不信，说你要告省政府，门儿都没有。哎，这回怎么着？不但有门了，马上就要开庭了。丛师傅我还是要告诉你，咱们这案子可能赢不了。陆律师，你是不是怯场了？不是。切，你别怕，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哎，省政府这边谁负责？我得到的消息是，李文祥。李文祥是干嘛的？省长。什么？东方省省长。省长出庭？丛师傅，
咱们告的是省政府，根据法律规定，省长应当出庭应诉。陆律师，你说这省长出庭，对咱们是有好处啊，还是没好处？哎，我跟你说啊，这2天不知怎么了，我这右眼皮啊老跳，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征兆啊？宋师傅，你也别想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对方出庭的是谁，咱们都可以坦然面对。省长一上法庭，法院要向着他怎么办啊？我可是平头老百姓，农民啊！怎么了？怯场了？我不怯场，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怕，我就想就是机会跟省长说的呢。你说开庭的时候，我对省长是硬气点好啊，还是客气点好？您呐，就找有理走遍天下的感觉。从审讯的情况看，王大力的心理素质确实非常好。他只对凤凰山的毒地案和黑了智诚化工的钱供认不讳。至于何太的死，他是什么都不肯说。那香烟上的指纹，他怎么解释呢？他承认给过何太香烟，但是他又说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跟何太确实是有业务上的往来。DNA 的检测报告还没有出来吗？我已经催了，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他，一定要沉住气。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昨天会耽误了，今天多跑一会儿。今天怎么样？好跑吧？哎，今天还行。你饿没饿？我给你做点吃的。不用，我在外头吃了点啊。小倩睡了吧？都几点了，早睡了。我得琢磨点事儿。什么事儿？江一这姑娘啊，真是不错，知书达理，人又漂亮，配咱陆明啊，没得说。可是，我听陆明的意思，说佳一的爸爸还没松口。这归根结底啊，还不是因为大年的事儿啊。就是。你想想，要是你闺女小倩找个男朋友，家里是这种情况，那你能同意吗？那得看人啊。如果小伙子跟陆明一样优秀，我当然同意了。这话就这么一说，人你都不了解，那到最后不还得是看房、看工作、看车、看家庭，是不是？这么说呀，我还真就觉得佳怡是个好姑娘，咱们家陆明还怪有福气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啊，大年的事儿，再弄出个子丑寅卯，那么好，会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陆明的身世，对他的名声那可不好。我就担心这个事儿。你说这大年再有2年多就出来了，冤不冤的已经都这样了，就别再折腾了。你这观点我可不同意啊，这性质不一样。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名声。他如果真是被冤枉的，那早出了一天都知道了。哎，这倒是。
你可不能给陆明写信啊！不行，我要给他打个电话。你干什么去呀？你这都几点了呀？你现在打电话，你要打明天打啊！你赶紧睡觉吧，明天还要出车呢。赶紧睡觉。啊！我去洗把脸啊。李省长出庭应诉的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工作啊？我那天正好碰到他，就顺便劝了他2句。你还真行，他也真听你的。哎，不过魏副主任提那些要求，咱们怎么配合一下呢？我觉得不用配合。李省长来咱们这儿是出庭应诉的，又不是来指导工作的。应该配合的不是我们法院，而是他这个当事人。我也劝过魏副主任，不过他不听啊。李省长来该走什么通道，在哪儿接受采访，哎呀，一条一条细着呢。哎呀，这是给省长添乱呢。这样吧，你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李省长本人知不知道这些安排？如果省长不知道，那他是要负责任的。我认为这违背了李省长来出庭应诉的初衷。另外，你要告诉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李省长作为案件的被上诉人，我们法院没有义务做这些配合。如果他还不听，你让他请李省长给我打个电话。这么做合适吗？就这么说。好，就这么说。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下午啊，这个阳光平台上线有个仪式，你是不是准备一个发言啊？我就不参加了，你代表我去吧。那怎么行？阳光平台是你直关心的，现在开花结果了，你不参加，那太不合适了。哦，下午还来很多记者，正好是个宣传机会。这是咱们东方省高院的业绩，不是我个人的事儿。再说，我今天下午得去一趟鹿溪监狱，做一个调研。上次就是因为开会改了一次时间了，不能再改了，就这么定了啊。好吧。欢迎大家莅临东方省高院阳光平台正式上线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下面我们有请东方省高院常务副院长欧阳春同志上台致辞。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依托信息技术革命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单一静态的诉讼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诉讼模式必然要走向信息化、智能化和阳光化。东方省高院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努力打造阳光法院，为群众打造一个关注司法、维护权益的崭新的平台。白院长，欢迎欢迎！监狱长，哎呀，上一次啊，你说要来我们这调研，结果临时有会没来成。其实今天也有会，我是说不行，今天不能再改了，必须得来。这位是办公室的刘主任。刘主任，白院长你好，欢迎您。好的，白院长有请。欧阳院长，我是东方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智慧法院的代表，这个信息化的平台为什么叫做阳光平台呢？这个智慧法院的建设啊，就是为了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水平。为什么要阳光化呢？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
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只有阳光化，才能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这是人民法院勇于向自身开刀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公正司法从内部自律到外部监督的重心转移。白院长，我们监狱关于减刑申报工作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那么还有其他的情况要了解的吗？有一个服刑犯叫张大年，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张大年的情况我还是有点了解。前一段时间，他的儿子还专门来看望他，只是他不是以家属的身份，而是以律师的身份来看望的。律师的身份？我猜想啊，心里啊还是有疙瘩。像张大年这样罪名的服刑犯，家属的憎恶情绪有也是正常的。那这个张大年服刑期间的表现怎么样？刚进来的时候啊，抵触情绪非常激烈，叫他的编号，他不答应，只能叫张大年，他才有反应。为什么呢？我也纳闷，我还专门找他了解，他声称自己不是强奸杀人犯，但你这样的话不能信啊！服刑犯中有的是累犯，也声称自己是冤枉的。那他在服刑期间有没有申诉过？刚进来的那几年有过申诉，对，还是向省高院申诉的。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关键证据，不可能立案。那他有没有立功表现，或者是减刑？他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但是他的认罪悔罪的态度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获得减刑的机会。哎，白院长，张大年的案子有什么问题吗？啊，我只是顺便了解一下情况，谢谢你介绍了这么多。田队，韩志成来了。哦，韩志成，哎，您好。来的倒挺快，面还没吃完。必须的，您叫必须得快。先坐，先坐。谢谢。都这点了还没吃饭呢，真是辛苦啊。全社会的人要是都遵纪守法，我就没那么辛苦了。那您就失业了。告诉你啊，我做梦都想着能失业，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我得累死。我开玩笑，您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好了，不废话了。有事儿我得问你一下，你得跟我说实话。一定说实话。何太死的当天，王大力究竟在不在厂里？在吧？什么叫在吧？我劝你想好了再说。你现在是取保候审，不想再加一个伪证罪吧？好好想想。何太死的当天，王大力在不在厂里？这么一说，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我去你公司的时候，你告诉我他在？因为他应该在啊，上班时间嘛。再说我是听别人说他在，所以我就相信了。签字吧。田队长，我能见一下王大力吗？不能。
我是办过这个案子，但不代表我可以记住所有的细节。我核查过所有的证据，证据链是完整的。你不是去见过你父亲吗？为什么不当面的去问一下？他既然坚称自己无罪，那么当年为什么在法庭上又要认罪呢？佳怡，你怎么来了？明天丛师傅的案子就要开庭了，我猜你肯定在办公室呢。给你买了点吃的。谢谢，还是你体贴。吃呀吃。陆明，我爸他说话就是那种风格，他说的话别太往心里去。不会。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还是想向法院提出申诉，不管有没有关键证据，能不能成功立案，我都想试试。至少这样不会留遗憾。哎，对了，明天开庭你会去采访吗？当然了，我都接到通知了，说李省长会亲自出庭应诉。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出庭还真是不多见。我猜明天肯定有不少记者。再说了，我就算不为采访李省长，我也要欣赏一下我们家陆大律师的风采，你说是不是？来，你也吃。不是，都是给你买。你先吃。刚进来的那几年，有过申诉，还是向省高院申诉的，但是没有新的关键证据，不可能立案。我怎么有点喘不过气儿来？您身体哪儿不舒服？哎呀，我可能是有点紧张。上次在滨海中院不这样。要么咱回去，也没人逼着咱打官司啊。不能回去，不能回去。你放心吧，只是一个出庭而已啊。虽然今天有省政府的领导出庭，但是能通过出庭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不也是件好事吗？您觉得呢？是件好事，是好事。走吧。冯师傅，您给我安检吧。哎，你去哪儿啊？我得走律师专用通道。好，来了，准备开始。谢谢。快开机。丛师傅，请问你知道今天省政府出庭应诉的是谁吗？杨先生。丛师傅，那你觉得你今天会赢吗？这位记者，我的委托人在开庭之前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谢谢。哎，不是，冯师傅，我们这边走。让一下啊。让一下。
李省长，其实咱们不用走安检通道。不走安检通道。对。那今天的清车检从也没必要了，是吗？这不是。走吧。李省长，回到我这儿是吗？好，谢谢。李省长，请问你今天为什么要亲自出庭应诉？今天谈谈您的感受。市长，你觉得今天会胜诉吗？今天，东方省政府是被上诉人。既然有人把省政府告了，那我作为法定代表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就可以出庭应诉。至于说我内心什么感受，没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的出庭，在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职面前，属于很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太在意我的身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就这样。让李省长，我还有一个问题。李省长。哎，来了。你知道吗？今天李省长跟普通当事人一样，走的是安检通道。李省长亲自出庭，给行政机关的领导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下面核对当事人身份。上诉人、一审原告，包括你们出庭人员情况。报告审判长，上诉人丛海天，委托代理人滨海市红星律所陆明律师参加庭审。请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省人民政府报告出庭情况。报告审判长，东方省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文祥省长，委托代理人滨海市大明律所张汉律师到庭。请保持肃静。庭队，王大力的电影检测报告出来了，您看一下。去看守所。我方请求法庭责令被上诉人东方省人民政府受理我的委托人丛海天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撤销东方省人民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承担诉讼费用。王大力，哎，田队长，想的怎么样了？什么想的怎么样了？还不说吗？我不都交代了吗？都交代了。何太是不是你杀的？何太真不是我杀的呀！我怎么可能杀何太呢？我没有杀他的理由，您不能捏造事实。您说在现场发现这个烟头上有指纹，你还说看监控呢，不这么就说我杀的何太呀？这是冤枉啊！这我们在何太指甲缝的残留物里面提取到了你的 DNA 信息。什么 DNA 呀？不知道您说的什么？我不知道，这何太真的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反正何太不是我杀的。还不交代是吗？反正我没有杀何太。没有杀何太。滨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安置拆迁补偿方案的通知侵犯了他的土地使用权和财产权，所以向省政府申请复议。省政府认为这一通知属于
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因而驳回了他的复议。于是，上诉人丛海天向法院对省政府提出了诉讼。我方认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丛海天诉讼请求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大力，我告诉你，通过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链，即使你不承认，没关系，也依然可以证明你王大力就是杀害何太的凶犯。我没有杀何太。王大力，我们也会将你的认罪态度如实的记录在案。将来会一起移诉法庭，你就等着法官对你的公正审判吧。走。田队长。审判长，我能说两句吗？丛海天，在本法庭，你有权利发表你的意见。谢谢。审判长，我是个农民。您给评评，您说这公平吗？后来啊，又赶上了咱们滨海市搞绿化，周边那个苗木啊都不够用，我当时就想了，哎，多好的机会！你说我这苗圃要在，我得挣多少钱呀？哎，法官们，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损失太大了，你们替我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能没意见？我就说这么多。
出什么？你出？我出？你要把这钱出了，我现在卷快点，赶紧躲着，等事儿平了我。如果你不出这钱，没关系，咱法庭到了法庭，我这张嘴可就没了。清楚以内，咱俩的秘密协议，我可以交给你。还有凤凰山啊，那可是一个没有响的定时炸弹。行，这钱我掏了，给你。咱们俩毕竟这么多年的交情，抽根烟，消消气儿。不用。审判长，我认为丛海天的发言犯了逻辑错误。滨海市人民政府的补偿方案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做出的，是经过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做出来的决策，实践证明是合理的。另外，因为没有赚到钱，特别是事后市场上价格上涨，而据此认为自己损失巨大，产生心理不平衡，进而一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丛海天，你不觉得这有些荒唐？审判长，我反对，我反对对方律师对我的委托人进行指责。请被上诉方注意措辞。审判长，我的话说完了，谢谢。上诉人、被上诉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我申请发言。同意。首先，我要感谢上诉人丛海天。我们高速公路的施工建设，事关滨海，乃至我们东方省的发展。按照规划，不可避免要征收大量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丛师傅对我们的补偿政策不满，但他还是给予了配合。正因为有了像他这样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基础工程建设才能够大刀阔斧地进行。基础工程建设好了，我们才能够驶入快车道，我们的经济社会才能够又快又好的发展。本来以为李省长是走个过场，现在看来不一样啊。省政府的理由和证据都很充分，他们是很重视这个案子的。丛师傅没有通过过激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刚才的那番话，虽然有些逻辑上的错误，但我并不觉得荒唐。我觉着这是一个农民兄弟心头上的一笔账，如果没有对土地付出过心血，可能我们谁也不理解这笔账的算法。同理，政府制定政策也要算账，也要考虑方方面面。对于这笔账，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政府要面对的是广大群众，而每个人的想法和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的是整体，这样就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100%的满意。这段话说得不错。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依法行政，
今天丛师傅和我来到这个法庭，就是体现了我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说以前在工作中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违了法，我们愿意接受法庭的裁决，并依法纠正我们的错误。如果没有违法，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要时刻紧绷依法行政这根弦。无论你的出发点多么好，都不能以此为借口逾越了法律的红线。归根结底，我们要考虑老百姓的幸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请保持肃静，这里是法庭。本庭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要进行合议，休庭后当庭宣判。王大力，是不是把心里的事儿都说出来以后轻松多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说这人呀，如果心里藏着事儿，活着也很累。你说是不是，王大力？陆律师，你觉得咱们这案子能不能赢？李省长，我能不能采访一下您？接下来就要宣判了，我之前和您说过，希望您做好心理准备。丛师傅，咱们聊聊。行，好，好，谢谢。坐。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本院认为，滨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通知，仅是要求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安置补偿方案，并未针对具体的相对人，因而，东方省人民政府经审查认为，滨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该通知，对丛海天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丛海天的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作出驳回丛海天的复议申请的处理，并无不当。一审作出驳回丛海天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丛海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1款第1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丛海天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闭庭。法官表现不错。这个案子本身也不复杂。
师傅，我有些好奇，中间休庭的时候，省长都和您聊什么了？哈，李省长跟我聊天来着，他问我有什么困难，以后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一个农民啥也不会，就没干嘛。那省长怎么说？省长没怎么说，净点头了。我一会儿七会儿八了，也没说过整话，紧张啊，人家是省长。我看您这官司输了，还挺高兴的。哈，是，官司虽然输了，但是我服气。你想，2级法院都判政府的问题，咱就不服，是吧？特别是人李省长，你看人家态度，哎呀，跟我聊天，我这一老百姓，哎呀，没话说，没话说。谢谢你啊，您别客气。那，您先忙，我这还得换套衣服。哎，好，好。佩仪，这次的案子不能胜诉，你是不是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我之前提醒过丛师傅，还是要尊重个人意愿。行，咱们吃饭去吧。啊，不了，我想抓紧时间再去一趟木樨监狱。现在去？我想再和他好好谈一次。那我换衣服去了，早点回家啊。进来。女爵，王大力招了，他不仅杀害了何太，就连王玉芝的车祸也是他找人干的。大鹏，你不觉得奇怪吗？环保案是个大案，涉及的资金不少，可是王大力不过就是个马贤族，就算有问题，罪不至死，他为什么这么卖命？我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孔爵，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你一定要查出背后的原因。我明白。出示下证据。张大年到。有人探视你。
我是律师，有什么话可以和我谈。我看过当年的卷宗，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当年，你真的没有做那件事？没有。你怎么证明？没有就是没有，我也无法证明。在当年的案发现场，你有没有见过徐敏的手机？没有。你仔细想想，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可以替你申诉。我知道，申诉需要新的证据，你有吗？我没有。你说自己没有罪，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被害人徐敏为什么会指认？目击证人为什么也指认？徐敏的钱包为什么在你身上？你为什么认罪？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不管有没有新的证据，都要申诉。我可以替你申诉，只有通过申诉，才有可能还原真相，找到真正的罪犯，还你的家人一个公道。根据被害人徐敏的母亲讲，我认为，在当年的案发现场，应该有一部徐敏的手机，但是我查阅了卷宗，并没有这部手机的记录。这也是我现在能找到唯一的疑点。不会啊，当时他们问过我，有没有看到徐敏的手机？我说没有。这卷宗里怎么会没这个记录呢？如果你同意，我可以替你申诉。不过你要亲口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哎，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你都忙好几天了，正好我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你。来吃饭。哟，都这点了。来，啊，你别动，我自己来。我一猜，肯定不会来这包子。对呀，当然不是了。老批评我不懂生活情趣，我还不得赶紧改正啊！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证明我自己的智慧。你好，你好，我有一个案件要申诉，请出示您的证件。请到申诉窗口。好，谢谢。你好。你好，我对我父亲的案件有疑问，要向法院提起申诉。是一个什么案子17年前的一个判决，我认为有问题。这是申诉材料，麻烦您交给院领导。请出示您的证件。稍等。这个人心里要是藏着事儿啊，活着会特别累。田队长，您说的对。我现在呢，这心里边觉得轻松多了。凤凰山独立案和骗取制成化工废料这事儿，构不成死罪啊。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人呢？田队长，真要说是为什么？
请进。啊，立冬啊，坐。段院长，有个案子需要向您请示一下。哪个案子？就是17年前的张大年案，现在他的儿子提出申诉，刚递交到立案庭。张大年的儿子陆明曾经找过我，要求阅卷。上次我去鹿溪监狱调研，也曾经问过监狱长马文革，他说张大年在监狱里的表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直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够积极，没有获得过减刑。这个案子，您和我都是当时合议庭成员。我想想，当时老院长蒲正南作为审判长，带着咱们开了几个会议。审理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细致的，公安卷和检察卷我们都仔细的核对过，应该不会有问题。那他现在申诉的理由是什么？申诉材料里写的是，被害人徐敏的母亲曾经说过，案发之前，他们曾给徐敏打过电话，这就证明徐敏是有手机的。可是，在目前的卷宗中，没有任何关于手机的描述。申诉人希望法院能够申诉立案，联动公安和检察机关启动重新调查。关于手机的描述，我也没有印象，公安卷中也没有。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物证的话，怎么会在案卷当中没有体现呢？难道是被办案人员忽略了？这个不好说。程庭长，那你的意见是？根据规定，张大年有权提出申诉，但是这个案子过去了这么多年，仅凭受害人母亲的一句话，难以形成关键的证据。那当年的通话记录还能不能找到呢？申诉人也说，17年前的通话记录无从查找。再说，没有手机的物证。我认为，这个申诉难以立案。佳怡，哎，来啦，我都已经点好菜了。陆明，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法官考试就要开始了，我做了一下准备。哦，但是你不能这么熬着，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听见没？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些年的知识储备量够了。知道你厉害。今天我向高院提交了申诉材料。哦，那怎么样？能立案吗？不知道，根据法律规定是需要关键证据的。我觉得希望不大。陆明，我知道你尽心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不能立案，你千万别失望，好吗？好。为什么张大年的供述有反复？作案手段恶劣，民愤极大，理应重判。这个量刑是合理的。这个案子的证据链是完整的。
佳怡呀，白院长，怎么在这儿呢？有采访啊？啊，对，刚对智慧法院的事儿做完一个采访，不过我是在这等陆明的。等陆明？啊，咱们今天这儿不是有考试吗？陆明想考法官，所以我就在这等他。陆明是个优秀的律师，我希望他能考上。谢谢白院长。你很有眼光。怎么样？是不是该结婚了？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结呢。怎么这么说呀？白院长，跟你说说也没关系，主要是因为我爸他一直反对。他为什么反对啊？还是因为陆明他爸爸的问题，就因为这个，他就反对我们2个人交往。这个老宁，白院长，你有机会能不能帮我劝劝我爸？他身体不太好，我不太敢跟他对着干，但是我现在就夹在中间了，我左右为难，我真的有些时候……行，等下次我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都什么年代了，还干涉婚姻？那我就先谢谢白院长了。白院长，我还想问问，张大年的申诉什么时候能立案？佳怡，关于案子的事儿我不好多说，能不能立案，要看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是不是有关键证据。我得先上去了啊。好，问你爸爸好。喂，白院长。好，我马上过去。怎么样，考得顺利吗？我觉得发挥的不错。那就好。哎，对了，我刚才碰见白院长了。他说你是个优秀的律师，希望你能考上。他这么说？我还跟他说了咱俩的事儿，我爸一直反对。哎，他答应帮我劝劝我爸。我也问了申诉的事儿。他怎么说？他说案子的事儿不跟我透露。他不会跟你说案子的。走吧。走。请进。来，立冬。坐。我想了一下啊，张大年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您的意思是？咱们都是当年2审的合议庭成员，这个案子今天出现了申诉，无论怎样，我们都责无旁贷。我想，你跟我去一趟鹿溪监狱。去鹿溪监狱？我想再去找张大年了解一下当年审讯的情况。您是怀疑审讯的过程有问题啊？在当年，张大年的供述是有所反复的，我们合议庭也讨论过，当时归结于他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够好。现在想想，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白院长，您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咱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不符合申诉立案条件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予立案。如果一申诉就立案，何谈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我认为这个案子啊，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监狱长马文革曾经跟我说，张大年在监狱中叫他的编号，他从来都不答应，只有叫他的名字才行。这个细节，也许是他内心的真实反应。白院长，难道您希望这是个错案吗？我当然不希望这是个错案，但是我更不希望有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个错案，而我们这些司法者无动于衷。
佳怡，啊，我一定会让你穿上婚纱，不是租的，是量身定制的，只属于你一个人。什么时候？你爸爸同意的时候。那我爸要是一直不同意呢？我可以等。那你等吧，我可等不起。佳怡，老院长，张大年申诉的事儿，要不要跟老院长说一声？咱们还在了解情况，老院长身体不好，先别告诉他。监狱长，白院长，啊，这是我们练案庭的程庭长。程庭长，马院长你好，请坐。监狱长，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见一下张大年，他儿子向我们高院提起了申诉，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想还是来再了解一下情况。我明白了，刘主任，你就安排一下。好的。白院长，他已经在里面了，这样呢，你们就请吧，好吧？好。问过。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我没看见。张大年，你的申诉材料里说你不是罪犯，请你告诉我，当年你为什么要认罪？感谢公益基金会，你们搭建了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为慈善事业做一点事情，太好了！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再见。爸，啊，你是不是向公益基金会捐款了？是啊。行啊，
做好事儿不告诉我。那本记者采访一下你，你捐了多少钱呀？是不是把你姑娘的嫁妆钱全都捐出去了？整天就疯疯癫癫的，没捐多少钱，一年也就几万块钱，就是捐助了一个公益助学。这是好事儿。我不怕你捐的多，我也要捐的。好啊，你可别光说不练啊。我要捐的，而且我也跟你一样偷偷的捐，不告诉你。爸，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你赞不赞同？说出来我听听。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慈善的人呢，都是特别有爱心、特别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归根结底，他们就是一类人。原则上同意。你知道吗？陆明也向公益基金会捐款了，所以你和他，你们是一类人。我说宁佳怡啊，你能不能不总搞这些小伎俩？人要活得精彩，是要靠大智慧的，懂吗？对，他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有大智慧。哎，你知道吗，爸？他向公益基金会捐款，都是瞒着我，我不知道的。我是看到那个感谢函我才知道。所以他又有爱心，而且和你一样，都是做好事特别不张扬的那类人。是吗？是啊。哦。爸，陆明觉得他爸爸的案子有问题，已经向省高院提出申诉了。省高院会立案吗？现在还不知道。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恐怕很难。哦，佳怡，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再跟你重申一下。尽管我对陆明热心公益事业这一点我很欣赏，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的立场从未改变过。你懂？不着急，慢慢来。你说什么？别着急，慢慢来。疯丫头。今天的会，我们还要讨论一个刑事案的申诉。申诉材料和案件的资料大家都已经看过了。我介绍一下情况啊。申诉材料中指出，受害人的母亲对手机的叙述，在审判卷宗中并无提及。申诉人对公安卷宗是否有记录也不得而知。而我和程立栋同志都是当年这个案子2审的合议庭成员，我们可以确认，在所有的卷宗中都没有对手机的描述。徐敏的母亲说的是自己的想象还是真的，我们姑且存疑。我和程立栋同志为此事专门去了鲁西监狱，见到了张大年。张大年在跟我们描述当年审讯过程的时候，也提到了审讯人员曾经问过他，在现场是否见到过手机。如果张大年说的是真的，那么在询问笔录里为什么没有记录？如果张大年说的是假的，那为什么又和徐敏的母亲说的不谋而合呢？可是徐敏母亲的话并未经过核实。对，这一点申诉人也承认，因为不想再伤害受害人的母亲，所以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那当年的通话记录也已经无从查找，所以申诉人希望通过法院对申诉立案，协同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对此案重新展开调查。要是只凭这一点就立案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从申诉材料来看，申诉人对案件的质疑，主要源于受害人母亲对于手机的叙述，并据此对原卷宗进行了对比。虽然张大年提出自己无罪，但是缺乏关键证据。我认为依照法律的规定，
尚不构成申诉立案的条件。那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好。田队，看叔总来电话，说王大力有话跟你们说。走，去派出所。是。当年案件二审时，张大年的供述有所反复，检察院和合议庭认为，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好。那现在看起来，张大年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部手机或许就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不管张大年的刑期还剩下多久，只要发现案件存在疑点，我们就要慎重对待，不能够简单的只看是不是具有关键证据。作为当年参与此案的法官，我当然不希望这个案件有问题，但是我更希望通过立案重审，给事实真相一个机会，即便是没有出现新的证据，至少也给申诉人一个交代。白院长对于申诉案件的态度，我是十分赞成的。但是这件事毕竟已经过去了17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想查明真相，除非找到当年那部所谓的手机，但这可能吗？李东，你也是当年的审判员，你说呢？我觉得还是要认真对待。你这话等于没有说。这样时间久远的案件，你重新立案，对当事人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暂且不说。这种随意的立案重审，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我们司法的公信力。万一查出点问题来，对我们整个司法系统的社会形象都会是巨大的伤害。所以，我认为，这种没有明确的关键证据的申诉，没有必要立案。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取决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正义得到伸张，罪恶得到惩罚，善良得到保护，弱小得到扶持，美德得到弘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绝对完美的法律和司法，都没有办法完全杜绝错案。但是，只要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司法就一定会进步。不要说有了冤假错案，我们现在进行纠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冲击，而是要看我们已经给当事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对我们整个司法公信力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我们现在做纠错的工作，就是亡羊补牢的工作。同志们，如果我们连亡羊补牢的勇气都没有，何谈中国司法的未来？我赞同白院长的意见。我也同意白院长的意见。我提议就张大年案的申诉举手表决，同意立案的请举手。王大力，有什么你就说吧。田队长，您能不能也跟我说一句实话？我这次是不是迈不过这坎儿？
我要不然再让您立个功吧。喂，您好。陆明吗？对，哪位？我是东方省高院立案厅厅长程立东。程厅长。对，我先电话通知你。你提交的关于张大年案的申诉材料，经研究决定予以立案。立案通知书随后会邮寄给你。那太好了，谢谢。不客气，再见。再见。喂，陆明。佳怡，我的申诉，高院同意立案了。真的？太好了！哎，陆明，那我们晚上庆祝一下吧。好，晚上见。好，我来定地方。晚上见。喂，喂，爸，在开会吗？没有，有事吗？啊，张大年的案子申诉成功了。你说什么？高院决定立案。哦，喂，喂，哦，知道了。进来。孔局，我们有新收获。强奸案。可是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案子在17年前就已经结案了。什么？王大力，我再问你一遍，17年前那个案子，你的供认是否属实？都是我干的。你能坦白这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要为了减轻罪名而随便指认罪案。如果这是假的，你可是要承担后果的。这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没什么必要再骗你们了。我说的都是真的。那我想让你再给我讲一讲那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哎，宁老师，出事儿了，怎么了？宋主任被停职检查了。为什么呀？你猜？
收人好处。没错，促进长新闻。三观不正，早晚会出事的。你去忙工作。啊，行，那走啊。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是挺害怕的，就跑到外边躲了一阵子。后来听说这个案子破了，被抓的人不是我。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受害人的手机，你是怎么处理的？手机我后来也就一直没敢用，我把它埋到我们老家的一棵大树底下了。马上向市局报告。是。你好，我是白雪梅。哦，牛书记啊。好，我马上去。牛书记，什么事儿这么急？雪梅同志，省公安厅通报了一个案情，是多年前发生的一起案件，凶手呢已经服刑了，但是据滨海市公安局抓获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供述，说他是这起案件的真正凶手。也就是说，出现了一案两凶。是啊。什么案子啊？这个案件是东方省高院2审，罪犯的姓名叫张大年。张大年？是啊。怎么，你熟悉吗？哦，当年我是这个案子合议厅的成员。哦。之前，其实张大年已经提起了申诉，我们高院也批复立案了。那就是说，你们已经发现这个案件有问题了。对，是通过张大年亲属的申诉引起我们高院的关注。但是如果没有关键证据出现，即便是立案，也不会改判。现在出现了一案两凶，我想也许这就是关键证据吧。雪梅同志，这件事情一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咱们一定要重视啊！殷老师，你要的资料。啊，好，放这吧。那我过去了。啊。
喂，你好。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怎么会是这样？你说的都是真的？好，有消息随时联系。陆明，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对，现在马上，海边吧，就近。好。陆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必须当面跟你说。考试通过了，是你爸同意咱们俩在一起了。那我就不知道了。17年前那个奸杀案，另有一个凶手。什么？我是说，17年那个奸杀案，另有一个凶手。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叔叔做的，他是被冤枉的。佳怡，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是志成化工的王大力，是他亲口招供的。不可能！陆明，我说的都是真的。陆明，陆明，陆明！这不是他干的，我爸是被冤枉的，我爸是被冤枉的。